网传第二批055型驱逐舰开建，并且将会是安装电磁炮的055A 驱逐舰。为何055大驱需要电磁炮呢？055型驱逐舰的问世给中国海军带来怎样的变化？大力发展海军军舰，如今已经成为了各国的共识。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有传统大国，一些新兴国家也纷纷加入其中。可见，未来海军军舰竞争将是一场多国参与的激烈战场。而中国海军近年来的崛起速度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017年，首艘055型驱逐舰下水，被认为是中国海军里程碑事件。这种万吨大驱一举将中国海军推举到世界顶尖水准。而055大驱的问世还并不是终点。近日，据中国军事论坛浩瀚防务网报道，随着中国首批8艘055驱逐舰都下水后，并且将会在今年上半年齐聚，中国为了满足海军发展的需要，便开始了第二批8艘055驱逐舰的研制。且这一批次的055驱逐舰将要安装电磁炮，成为新一代电磁战舰，因此也被称为055A 型驱逐舰。报道还称，为了维护中国在全球的利益，解放军的军舰建设已经形成了下饺子的态势，并且积极朝着蓝水海军的目标迈进。此外，分析还认为，随着中国首批8艘全部现身，意味着建造和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中国海军对这类大型军舰仍有较大的需求，并且计划修建的第二批8艘装载电磁炮以及综合传电动力系统的055电磁战舰已经开始正式建造。此消息一出，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都在感叹中国055大型驱逐舰的发展速度之快，而且在出来后就形成了下饺子的态势，这也极大加快了中国海军的发展。这也使得中国的055驱逐舰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驱逐舰。因此，大家都对中国此次建造升级的055A 型驱逐舰充满了期待。那么，中国055驱逐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中国055大型驱逐舰作为中国最强大的驱逐舰，随着第一艘055驱逐舰的问世，开启了中国驱逐舰的历史，使中国实现了从国内第一艘引进的驱逐舰到国内自主研发生产的万吨级大驱，也见证了中国国产驱逐舰的发展历史，也见证了中国海军从弱小到强大，从黄海到蓝水的艰苦发展历程。因此，055驱逐舰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加上055驱逐舰装备有高度集成化的综合射频系统和 X 波段相控阵雷达，配备的11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不仅具备极强的电子探测能力，还拥有非常出色的打击能力。中国055大型驱逐舰采用了一体化桅杆，从而使整个舰体看起来更加平整，也更加的美观，并且使人看起来毫无违和感，也能够发挥出055驱逐舰的最大威力。而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完全掌握这门技术，也只有055型驱逐舰和美国的 DDG-1000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装舰方面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桅杆。因此，中国055驱逐舰在一体化桅杆技术上远超于美国阿利伯克3驱逐舰。此外，由于在055大型驱逐舰上安装了一体化桅杆，就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借助一体化桅杆的综合化射频管理技术，使得055大型驱逐舰上的各种作战需要的设备都能够以较高的密度来集中安装，以此来扩大舰船上的使用空间，并使它们得到妥善的保护。所以，也正是由于055驱逐舰采用了一体化桅杆，这才使得055驱逐舰能够拥有更多的利用空间，可以用来进行电磁炮的安装，也能够使得舰体的构造更加的合理，从而可以更好的发挥055驱逐舰的作战力。那么，电磁炮是怎样的存在？中国为何要在055驱逐舰上安装电磁炮？电磁炮作为一项定向能武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量推动炮弹，就是通过电能或磁能取代传统火药将炮弹推出去，并不是利用高压火药来推进炮弹，速度可达3到6马赫。采用这样的发射原理，它既节省推进剂，而且对炮筒的结构强度要求不高，并且还大大减少了后期维护炮筒的成本，而且不需要承受像火药大炮那样极高的膛压，甚至还没有什么反作用，所以它的使用寿命也不是一般火炮可以比拟的。并且电磁炮主要是借助电磁力来推动炮弹，所以不需要发射太多，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减单发炮弹的体型和重量，并且依靠电磁炮进行攻击的舰艇就可以携带更多容量的弹药，而且又不需要火药，
所以这就使得电磁炮炮弹的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既节省了成本，又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较为突出的2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而中国则在电磁炮的研发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自行研发的舰载电磁炮已经进行了10弹射击，测试综合性能相当优秀，并且中国电磁炮的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所研发的电磁炮。相较于中国，美国的电磁炮研发却多次碰壁，这也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下令冻结电磁炮研发计划，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研发其他成功率更高的武器。对此，有专家感叹，中国在电磁炮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将颠覆海战格局，这会使得美国海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确实，中国的电磁炮研发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在军舰上安装电磁炮也有过成功的经验，这也将为055大型驱逐舰安装电磁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前，中国就曾在936号坦克登陆舰上搭载电磁炮，开赴相关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测试。且随着中国在936号坦克登陆舰上完成电磁炮的测试，并且能够以2.5公里每秒速度攻击200到300公里外的目标，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1个进行电磁炮装舰测试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称，此前中国国产电磁炮的研发项目是在072型坦克登陆舰上验证完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就装备在此型舰上，最大可能就是装备在第2批开建的055型万吨大驱上，因为只有此型舰的舰体才能容纳下舰炮以及相关的所有设备和设施。所以随着中国完成了电磁炮在军舰上的测试，从而这也为在055驱逐舰安装电磁炮提供了支持和基础。所以随着中国电磁炮的技术的逐渐成熟，这也使得055A 型驱逐舰将会成为首批安装电磁炮的装舰对象。因此，随着中国055驱逐舰 1.0 全部入列，这也使得中国加快了055A 型驱逐舰的建造，而且作为主炮的电磁炮届时也将会成批上舰完成安装。此外，据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电磁炮将承担起055A 型驱逐舰至少200公里以内的远程精确打击任务，而打击对象则包括水面舰艇，还有陆地坚固目标等。分析还指出，055A 型驱逐舰在有了电磁炮后，再加上鹰击18导弹，这也将极大提升055驱逐舰的打击能力，这也将使得中国海军由海向陆的威慑能力大幅度提升，从而使得055驱逐舰成为中国海军的战略级水面战舰，对敌军产生重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此次随着中国055A 型驱逐舰的开建，这也将使得中国055驱逐舰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将会有新的突破。并且随着中国电磁炮的发展，这也将会促使中国在电磁炮的发展上一直都是处于世界的前列，并且也将对美国有巨大的震慑作用。相信之后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军舰将会搭载电磁炮，从而可能会改变世界海军发展的格局。